当年有一个算命的，说我是不祥命，会给家里带来灾祸。他怕受牵累，失了宠，然后就想了一个法子，让我的父亲把我送得远远的，就这样。过去他不愿多谈身世，我只知他不受亲族待见，被发配驻守边疆。没想到他竟然与我有相似的命运，一出生就背负不祥的罪名。但那算命的会不会是个骗子？就为了求名图财才妄下断语？骗子又如何？现在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说到底啊，做决定终究还是父母。你说没有意义，但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如果弱者被这天下人往头上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自己不去探究，也不去反抗，那岂不是成全了这些恶人的谎言，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啊？换作是你的话，要是你被诬陷了，你会追究下去吗？如果我被诬陷了，那我一定要让诬陷者付出代价。于大人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一个都城司，两个让朕头疼的。不过侯府埋尸，是谁报的官？正是东平伯府的四姑娘，江四、曹星玉，便是她二姐夫。哦，那日江家二姑娘邀请江家几个姐妹去侯府游玩，深夜这四姑娘睡不着，便去了花园，正巧撞见家仆正在埋尸，便向我都城司提供了线报。再后来，这曹星玉恶人先告状，污蔑他夫人唆使家仆杀人，江四便站出来做了证。江家四姑娘也不简单啊，敢得罪长兴侯府，胆子一个比一个大，都不是等闲之辈啊。多谢陛下夸奖。殿下，疾风卫曾经出面提了曹星玉以及通敌南巫的由头，幸好这次陛下没有提及，这事儿也算是躲过去了吧。我这皇兄心思深沉，自个儿的事儿藏在心里，反倒会出大事。陛下，臣已将长兴侯府与神仙游以及南巫的相关文书都扣了下来。收起来吧，休要再提。陛下明知其中有鬼，却暂且搁置了，为何用意啊？南巫细作无孔不入，渗透之深，触目惊心，难免使计构陷我大周公公，不得不防啊。太子到，儿臣给父皇请罪。齐王到，儿臣给父皇请罪。大皇子、三皇子到，五皇子到，六皇子、八皇子到。儿臣给父皇请罪。深夜入宫，罪从何来啊？父皇，儿臣往日虽与长兴侯氏不是案犯曹星玉打过几次照面，但交情着实不深。他杀人之事，儿臣确实不知情。父皇，虽长兴侯一直与儿臣不和，但临安都多少年没发生过如此恶劣的杀人案。父皇亲审曹星玉，临安百姓无不称道，父皇圣明。父皇圣明。原来都是为曹星玉的案子来的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朕就想问你们：
你们认为朕平时对你们是不是太过严厉了？啊？太子，你说。哦，父皇，您对儿臣严厉，也是为了儿臣好，为了江山社稷。所以你认为朕严厉？哦，不严，真的不严。看把你吓的。齐王，你说。回父皇，吾等身为皇子，享万民供奉，自当严于律己，岂能可知兴替？行，停。答非所问。朕育有8子6女，又政务繁忙，对你们中多数人，朕没有太多精力教导。当然，太子作为储君，朕要求自然严格一些。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心里话，今夜可畅所欲言，绝不可憋在心中。人一憋久了，心里难免失志，就会想些歪门邪道来排解。你们懂吗？儿臣谨遵圣命。还是少了一个人呢。陛下，今儿风大，先回寝殿休息吧。陛下明鉴，臣妾和张儿是无辜的，您不能因为小妾就连累了我们母子。大臣们都说，是他给大周带来了灾难，那就把他送走。吕皇城、吕大周都冤枉。小七是你10月怀胎生的，你舍得吗？不舍得又能怎么样？谁让他生来就是命带不祥之人呢？老七还在襁褓的时候就被送去了南疆，那里战乱纷纷，他又无父母在身边，一个人不知长成什么样的。这小子真是混。崔旭每次巡视的时候，朕都派他去探视，次次老七都避而不见，他肯定是心里记恨朕呐。陛下，您若是思念七皇子，干脆召他回临安。自他出生时起的南吴之乱，至今尚未平复。这几年，夜莺门在大周又隐隐成燎原之势。他现在回来，免不了又成了众矢之的。可陛下，七皇子继承了您的英勇善战，率领赤羽旗赢了多少胜仗？这些难道不足以证明七皇子并非与国不利之人呢？还不是时候。朕要好好想一想。头，看什么呢？你去查查司天监。您不是一直不愿意查当年的事儿吗？我改主意了。我想知道当年是谁诬陷的我。石姑娘，这条街就是最热闹的了。是啊，哎，你看这家店铺，江姑娘，这家店都很多年了，非常有名。前面有家小吃也是。石姑娘，你看这个铺子位置如何呀？这里周边店铺林立，在这儿开家店一定不愁客源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以后我能把这铺子经营起来，也少不了人手来帮忙。石姑娘，我看你机敏又伶俐，以后
你能否过来帮我啊？江姑娘，你已经救我于水火之中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如今你又盛情相邀，我不能再欠你了。那今后你作何打算？我打算回老家，在乡下开一间学堂，教那些读不起书的女子识字明理，教她们不要像从前的我一样糊涂，最好像江姑娘你一样，心中有天地，眼中存大义。过奖了，池姑娘，过去的苦难都结束了，今后每一日都会是新的开始。多谢江姑娘，保重。路上小心啊！四姑娘，保重，多保重。走吧。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，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相识一相忘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。记住，自救者天助之，自弃者天弃之。缘分眷留着青春，光阴似锦，与你同赴烟火星辰。父亲，妹妹回来了。哥哥。父亲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晾晒书画？我听你哥哥说你要买间铺子。父亲，这都是您多年的收藏，怎么舍得就这样当掉呢？这铺子我可以自己想办法的。哎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啊？爹，我是这样想的，这个铺子我可以先租下来，那样花不了多少钱。然后我再用一些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这样就够了。等以后生意好起来，我再计划把它买下来。不租，直接买。这女儿想做生意，当爹的给买间铺子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娘给你的嫁妆留好了，手里头有钱，便有底气啊。再说了，爹这些字画都是年轻的时候看别的公子哥买，我跟着买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就不喜欢了。你哥哥那些更是华而不实，刚买回来那几天还新鲜，然后就扔到书房里头，几年都不看。你看这都落了多少灰了？就是，没买之前呢，都觉得是奇珍异宝，买回来之后呢，不过如此嘛。哎，妹妹，你就当帮哥哥一个忙。你是不知道，我那个书房都快进不去人了。哥哥，爹，行了，快来帮忙。你哥哥笨手笨脚的，万一给弄坏了，卖不上价去了。爹，您就那么相信我能把这铺子开好啊？那当然了呀，你别忘了，你外祖是陵水首富啊，你这会做生意，是血脉里头继承下来的天赋啊。爹，那我只会吃喝玩乐，那我这血脉是不是继承了您呢？到边儿去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是我捡回来的啊！还有这种事儿？哼！我说怎么对我这么坏？哎，对了，四儿，你要做生意这事儿，千万不能让你祖母知道。你祖母跟绝大多数临安人一样，瞧不起这经商之人，更不会允许这伯父嫡女去做生意，知道吗？啊？女儿明白了。哎。爹，您看这个云香草真的很管用，这些书一整年了，一点都没有被虫蚁啃咬过的痕迹，好好的。我女儿懂得可真多。对了，父亲，我倒是很少听您提起过关于司天剑的事情。
看您也很少跟旧日的同僚来往。自你娘走后，我无心为官，便辞去了司天监的差事。我一直都觉得能夜观天象，真的很神秘。可知气象，还能补凶吉。这研究天文地理，的确是奇妙无穷。只是这司天监里，不光有天文地理，更多的是那些拜高踩低之辈和无可奈何之事啊！爹，您还记着我小时候您总逼我练的字帖吗？啊，你看，还有一本《漏网之鱼》。这字帖我记得呀，我当时是买回一本丢一本，买回一本丢一本，奇怪的很啊！啊，都被我偷偷扔掉了。我还帮你扔了不少呢。我就说你这字儿写的跟狗爬的一样。这本不能卖，拿回去练去。不要，先卖这本。阿吉，快快先把这字帖卖了！这本不能卖，你要是给我卖了，我罚你1个月不能出门。不许卖！你给我站住！姑娘，还是没有人愿意来咱们商铺帮忙。一听要做商妇，临安城的女子都不愿来。这马上要开业了，人手还缺，怎么办呀？楚楚姑娘，楚楚，我听江战说你正在找人。那我给你带了个人来。江姑娘好，柔儿贺喜江姑娘新铺开业。柔儿姑娘好，楚楚，你可是解了我燃眉之急了。你放心，柔儿保证靠得住。她是我老家的人，曾经还是胭脂铺的老板娘呢。好，您这次大破长兴侯府案，还得了金上助力，好些官员都想来巴结咱们呢。这个中书后省的赵大人请您。不去，没空。是于兄，哎，江兄，好巧啊！真是发财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我妹妹开了个香铺，后日开业，我给她买了贺礼。开了个香铺啊，正好碰上你了，想着一会儿去给你送请柬呢。后日一定要来捧场啊！抱歉，那个后日我们可能没空。有空，调个时间不就有空了吗？去，一定去。那就好。陆生香，这名字起得不错呀。董大，董大啊！怎么了，头？你放哪儿了？什么放哪儿了？我让你拿的东西，你给我放哪儿了？没让我拿东西，拿什么了？我铜镜呢？你给我放哪儿去了？我咱们没有铜镜啊，这。你去隔壁给我借一个，快去！我还。铜镜来了！哎呀，把你这。头，你穿成这样，要去见江姑娘，如何？如此风神俊朗，定是会让江姑娘眼前一亮的。我们一直都是如此嘛。哦，对。鸣锣开市，良辰新业，开市大吉，开运致福，以敬兆新，心志澄明，做事诚信，严以律己。40幽香，一路生香，放葫芦，空福禄。新业兴旺。哎，你看那几个公子，一会儿就翘啊！哎呦，可以啊，今天穿的风度翩翩的。甄大人，多谢捧场，多谢。甄大人不是说了，为官一日都不可懈怠，就是休沐也得办公啊。是啊，可是昨日江姑娘
专程上门给我送了趟帖子。你说这样的好事，我肯定要来吧？哎，多谢多谢。是吗？怎么，于四卫是没收到江姑娘的帖子吗？我自然是收到了帖子我才来的事儿啊。他还没来得及送，我们就在路上就遇见了，也省他专程去那跑一趟嘛。原来如此，那真是巧了。哦，你不是说是江战叫我？江姑娘，准备揭幕吧。好。分家纳福，分房富裕。来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啊！里边看看。进来看看吧。多谢大家来捧场啊！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大家里面去看看。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来，这是你的啊。谢谢。大家可以往里面看看，走走走。妹妹，往里面看看。妹妹，请进，请进。祝你生意兴隆。请进。谢谢哥哥。江姑娘，恭祝开业大吉。谢谢甄大人。江姑娘，日进斗金。多谢于四卫。今日陆生乡开业，感谢各位赏脸莅临。铺内特备红票100张，铺内货品可半价购买。真好看啊！凡今日购满20两者，可赠香鸭1只。各位里面请。太好了，走。江四，这是我的贺礼。楚楚，今天开业真是辛苦你了，还有贺礼呢。这是我亲手雕刻的，是护身符，很灵验的。好可爱的小马。小马，江战，你做的？没想到你还有这心灵手巧的一面。还还我，这是我给我妹妹忙着呢，我替她藏着走。还给我。姑娘，您可真厉害，光每个月的香露味道就足够让大家好奇了。这才是个开始呢，等之后咱们陆续推出那些限量的香露，那才是关键。阿喜、龙大，你们快来帮忙！来了！诸位，阿蛮慢点儿。江姑娘有情有义，又有勇有谋，独当一面开了这么大一间香铺，甄某实在是佩服。甄大人过誉了。江姑娘，这劳烦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何香？这些呀是男子香露。哦，男子香露我就把鲜花替换成了薄荷、杉木，还有乌木、沉香，这些都是文人雅士特别喜欢的，也很适合2位大人。不简单，真是不简单呀！江姑娘蕙质兰心，想出如此好办法。我给2位大人先介绍一下吧。这一款名为秋林染，它是由柑橘、乌木、琥珀等香料调和而成，香味特别的宽厚，如谦谦君子，超然不羁，很适合于大人。于大人，这瓶香露送给您了。哎，多谢姑娘，我这一介习武之人，没有这用香的习惯，别浪费了。那我再介绍一瓶吧。这一瓶呢是以乌木、沉香、佛手、白芷等香料调和，香气特别的沉静，能让人心如明镜，名叫枕舒眠。甄大人，这一瓶很适合您，把它送给您。多谢江姑娘。枕舒眠，这个名字起得真好，看来江姑娘很是了解我呀。我看看，哎呦，这名字确实是好。我之前虽然没有这个习惯，但是听姑娘这么一讲了，我不妨都试试。太好了，你呀你！姑娘，那边的香都卖完了，我要再去拿一点。全都卖完了。好，那你就快拿。好。你闻闻，是不是有一种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风从你耳边呼呼刮过的感觉？这么多香，你记得住名吗？此香名为赴江湖，潇潇洒洒，快意恩仇。对，那听起来很适合我呀。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。这叫什么？此香名为暖阳，很适合你啊。我是暖阳。
四儿，四儿，爹，您来啦。开业第一天，累不累呀？啊，看样子是生意不错，这嘴笑的都合不拢啊。爹，您又取笑我。看看爹给你带什么来了啊？什么呀？奶糕。还有春茶，还是爹最懂我。春茶配奶糕，临安一绝。嗯，好香啊！四儿啊，爹之前对你关心不够，现在还要靠你一个人扛起这个家，难为你了。爹，现在女儿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，女儿开心着呢。爹知道，咱们家四儿最能干了。那是。啊，对了，爹之前有几句话想叮嘱你，见你太忙，就一直没说出口。爹，您说。你二姐的事，你怎么看呀？二姐遇人不淑，运气是差了些。我们不能左右自己的运气，但是我们在遇到不幸的事情之后，至少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万一遇到对你不好的人，不要去管会对婆家或是娘家造成什么影响，立刻给我回家。知道了，爹。只是女儿暂时还不想说亲呢。不想嫁就不嫁，爹也不是催你，人这一辈子啊，确实不能稀里糊涂的嫁去。你说，碰到一个打心眼里欢喜的人多不容易呀！爹也希望我的女儿能碰到这么一个人。当然了，这个人也得如此这般心悦我女儿，要不然我可不同意。女儿现在什么都不求，觉得现在能跟爹还有我哥哥过着这样安稳的日子，是最幸福的。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强。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快坐下。谢谢母亲，还是您的手艺好呀。恒儿，你说你这有上顿没下顿的，娘看着你最近又瘦了许多。娘，今日这案件增多，等过些时日忙完这一阵就好了。娘的意思是啊，你也该找个人督促你按时吃饭了。不用，你看我，现在每天这么多公务，我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呢。待嫁女子名录，我发现您现在收集情报的能力，可快赶上我们都城司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娘在兵人馆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既然娘花了大价钱，那儿子稍后一定仔细拜读。我才不信你现在就看。你要是看上哪家姑娘，剩下的事儿全是娘的。蓉儿，来，好，喝杯茶，歇会儿。姑娘喝杯茶。楚楚，快来。今天忙坏了吧？多喝点茶。这茶可香。这个是茉莉花茶。今天怎么样？姜四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香可真厉害。这儿啊，每一款香都能让我身临其境，就像到了不同的地方。我把脑中的画面跟顾客们一说，他们就都欢喜的买下了。陆生香。从前怎么没见你用这些东西啊？啊，那个，近日临安城不是新开了个香铺吗？我去转了转，这店主说这款香可以提神醒脑，所以我就买回来试试。
枕舒眠，可提神醒脑。那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。说吧，这是买给谁的香炉？我给我自己买的呀。是哪家的姑娘？娘，没有哪家姑娘。我的儿子，我最了解。我还敢骗娘不成？你要不说，娘可生气了。好，是江四，就是东平伯府的四姑娘。我们之间只是认识，仅此而已。这陆生香，他是老板。是那将退婚闹得满城风雨的江四。陆生香。其他店铺啊，都是惯用俊俏的小娘子，出面讨好揽客。咱们呢，既不讨好，也不谄媚，这样更能得到男客的尊重，他们也就更加信服你描绘出来的画面了。姑娘，可否与我介绍一些香？叔叔，我来，你歇会儿。不知夫人想要哪种香啊？送人的，我娘家的侄女儿，这些日子要来，我准备给她2份见面礼，年纪嘛和姑娘差不多。那我来给您推荐一下，您可以先试试这款香。这款香名叫白芷香，把此香膏涂于腕间、耳后，随着体温，香味会在衣袂当中逐渐散开。果然清雅。姑娘，还有别的香味吗？啊，那您也可以试试这款。这款香膏以荔枝壳为核香，辅以多种果味。临安城每到这个时节，总是多。清新雅致，谢谢姑娘的推荐，这2款香我都要了。不再多看看吗？我以后还会来的。多谢夫人。夫人，夫人请留步。夫人，您的荷包忘拿了。哎呦，你看看我这个记性，谢谢啊，姑娘。应该的。姑娘真是人美心又善呐。夫人过奖了。七哥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怎么不进去啊？甄夫人为什么来了？甄大人的母亲。哦，是她呀！我就说她看起来好像十分喜欢江四的样子。旁人推荐的香，她看都不看。江四一开口，她就听得可认真了。感觉她今天不像是来买香的，反倒是专程来看江四的。七哥，你说他该不会是来物色媳妇儿的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那夫人您慢走啊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哎，于大人。啊，江姑娘也在啊。于大人怎么在这儿？是要去办案吗？不是，我路过给妹妹带了点吃的。这不，你快洗干净再吃。我这洗过的呀。好好洗洗。哎，哎，太不讲究了。于大人，习武之人也用秋林染啊？习武之人喜欢秋天。现在是夏天。于大人，您等一下。今日我本来要专程去趟府上的，过2日是我祖母的寿辰，
我代表东平伯府欢迎您来府上参加祖母的寿宴，多谢于大人之前种种帮助。好，一定到场。哎，等等。 夫人坐。多谢夫君。两位喝点什么？老板，天气太热，来碗凉茶吧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他体寒，喝不了凉的，要是有花茶更好了。夫人喜欢。得嘞。瞧你热的，不用总是迁就我。喂。 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夫君辛苦了。你难得回一趟娘家，辛苦什么呀？因为夫人的平安喜乐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茶来喽！多谢老板。二麻药。 对了，明天就是你祖母大寿了，到时见到你大姐，多跟她聊聊天儿，问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了。好的，爹，我也很想大姐。对你大姐，我着实是亏欠许多。她刚出生那会儿，我还年轻，满心满眼都是你娘，难分出更多的心思在她身上。 你大姐从小到大就体贴能干，从没让我多操半点心思。不过还好，她嫁得好。你这个大姐夫啊，性子好，对她也好。爷，你放心吧，姐姐人那么好，她一定能过得好。行了，我走了。爷慢走。哎。 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恒儿，娘给你带了件新衣裳。这是为何呀？听闻今日东平伯府的江老夫人寿辰，你同我一起去拜访，祝贺一下。是吗？恒儿的眼光实在是好，那江家的四姑娘，娘也喜欢。娘，你是何时了解她的？ 行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试衣裳吧，快点儿！姑娘，您急着去正厅做什么？今日祖母寿宴，母亲又忙着张罗，我定要好好表现一番，这样母亲才不会因为二姐姐的事情继续恼了我，上心还能继续给我谈婚事。还是姑娘脑子转得快，是吧？嗯，快走些。好。哎呀，姑娘小心啊！ 姑娘，没事吧？啊，您是甄大人吧？正是在下。这位姑娘真是标致。我们是来给江老夫人祝寿的。祖母此刻应该在后院呢。啊，江家姑娘，江姑娘真是人美心善。甄夫人过誉了。甄大人，我能否为您带路？ 那就劳烦姑娘了。这边请。大姐怎么还不来呀？不会是姐夫不让来吧？都多长时间没见着大姐了？今天是祖母的寿辰，姐姐于情于理也应该来，朱家没有理由阻止的。是啊。陵水离临安路途遥远，咱们就再耐心等一会儿吧。嗯。 妹妹，二弟，
姐姐。是姐姐。姐姐。姐姐。四儿。 姐姐，能再次见到大姐，真好。你受委屈了。上次碰到你退婚那么大的事儿，姐姐都没能回来陪你，都是姐姐不好。你心里不会怨姐姐吧？没事的，姐姐。 我就是好想你啊，姐姐也想你，总担心你过得不好。不过这次回来，看你气色不错，姐姐就放心了。你们姐妹感情真好，一儿在家总念着你们。这次回临安参加祖母寿宴，她提前半个月就准备礼物什么的。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，几阵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 相识一笑望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余生，缘分眷留着青春。光阴似镜，与你同赴烟火。 月光如水，好梦总能照有情人。相惜一路望余生，岁月有心不由人。一眼珍存在于。